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特斯拉股价在2022年8月3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8月2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 882.01， 收盘价是 901.76， 盘中最高价是到达了 923.5，最低价是在878，那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的辅值是达到了45个点。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依然是收在了各条均线值的上方。量，当日的成交量是 3185.92 万股，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0.81 倍，量缩。KD 值开口变小，双线合拢，那这样的现象说明股价出现了横盘。MACD 开口不变，双线是继续上行，那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与前一个交易日几乎等长的绿柱，那这些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维持短期多头的趋势。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在8月2日生成的这个 K 线叫做含上影线的中绿 K 线，是上涨的 K 线。那它的特征是实体部分的涨幅要在 2.5% 以上，上方呢留有上影线，但是上影线的长度不超过实体部分的高度。出现这样的 K 线是所谓的线不实，也就是在当日多方无法把股价收在高位，而被空方压回，而留下了这个长长的上影线。那我们会看到这样的一个含长上影线的中绿 K 线，它的位置是在一个多头上涨相对高的一个位置。我们会看到连续出现带上影线的 K 线，连续2个交易日，表示股价涨多之后出现了获利的卖压。那这些都是回档信号 K 线。那日后如果说股价不能够上涨，那将很容易出现向下的回档。好，这是 K 线信息。接下来我们来分析一下后续股价的走势。我们调出辅助线，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预测8月2日的股价的走势。那第一个可能是在8月2日会出现一个回档，收盘收在886，对，在这个位置。那另外一个可能呢，是在8月2日呢，有可能会出现横盘，然后呢，收盘收在904附近。那实际上在8月2日，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是在 901.76 这个位置，也就是出现了横盘。但是虽然我们会看到这个收盘的价格和我们预测的结果点位是相接近，但是呢它有本质的不同，就是有很大的差别。那我们预测股价收在904呢，也就是要站上前一日倒垂线实体的上沿，也就是在一日便完成一个回档成功。那实际上在8月2日收在901它是收在了前一日倒垂线实体上沿的下方。那出现这样的现象说明目前的这个回档还没有结束，很有可能还会继续股价向下继续回档。那我们再来看看量价关系。那我们会看到近两日的股价是价涨，我们指的是收盘价，价涨
然后出现了量缩。那如果价涨量缩呢，出现是在相对高的位置呢，那股价是极有可能会反转向下的。所以呢，我们先来看股价的回档。那对于股价的回档呢，我们要看一个标志，就是8月2日这个含长上影线中绿 K 线的下沿，也就是878。那跌破878，股价呢才会出现回档。当然，我们会看到股价在跌破878之前呢，在8月3日当日上方新生成的5均值在这个区域，它将成为一个支撑。那这个5均值的范围是在822到893之间。也就是说，如果要跌破878呢，上方的5均还能成为一个支撑。那如果说跌破了这个878之后，那下方的支撑啊，我们会看到会有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10日均线值是在844到850这个区域。那也就是说，股价如果跌破了878，出现深度回档之后呢，它的目标应该是837。那对于837，我们可以回忆一下，这是前几日 K 线，也就是在这里边有一个一星二阳的一个上涨架构，然后这个上涨架构最后一个长绿 K 线的最低，对，就是837。说股价回档如果跌破了837呢，将瓦解这个一星二阳的上涨的动能。那也就是说，跌破837呢，股价有可能会进入到一个深度的回档。那进入到深度的回档呢，也有可能会出现继续向下。好，这是股价的回档。那对于说股价的下跌或者下行呢，我们等股价跌破了837呢，再来讨论。那现在我们来调整一下水平线，我们把这个870这个水平线呢上移。这个水平线我们是在前一期视频定义的，对于8月2日回档的标志。我们会看到8月2日股价并没有跌破871这个水平线，那也就是说它没有出现回档。我们把它上移，上移到这个位置以后，我们作为8月3日股价是否出现回档的一个标志。好，这是回档和下行。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股价有没有上行的可能。那我们还从量价关系来说，就是说价涨量缩，如果我们把这个现象定义在一个说是股价上涨的行进中，我们把图缩小。对，如果这个价涨量缩是在一个上涨的行进中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有可能会在接下来的交易日，股价很可能会出现一个飙涨。那如果出现飙涨呢，股价将继续上行。那我们说股价上行的目标呢，依然是945。那945我们在前一期视频把这个水平线下移了，我们把它还调回来。对，上行的目标就是945。当然我们会看到在到达945之前，这个前高935和8月2日的最高923将成为压力位。但是最主要的一个标志，我们会看到这儿还有一个水平线，就是904。904是8月1日这个倒垂线，也就是回档的信号 K 线实体的上沿。也就是在日后的股价如果站上这个倒垂线实体的上沿，才能够叫回档成功。所以我们说股价上行，上方虽然有目标，但是有一个条件，
就是要站上904。在这里我们指的是收盘价站上904。好，那也就是说站上904将确认回档成功。那我们继续来延伸向上说，如果说股价在日后目标站上了945，那接下来的一个目标我们会看到将是上方的这个1号趋势线。1号趋势线我们还回顾一下，是特斯拉股价的历史最高1243，在2021年11月5日当日出现，然后第二高是2022年1月4日出现的这个第二高，也就是头低的下行趋势线。那股价如果站上945之后呢，它的目标将是突破这个趋势线。当然在这之前我们会看到还会有一个压力位，就是我们画的这个水平线1000是4月26日这个起跌的长红 K 线的最高。好，那这是我们说的上行。好，那接下来我们总结一下，对于上方说站上945，会出现进一步的上涨，然后呢，对于8月3日要想出现进一步上涨呢，它要站上904这个水平线来确认回档成功，然后才能够说继续上涨。那对于下方说跌破878这个水平线，那股价呢会出现回档，然后再向下，如果是跌破了837呢，将会出现股价的下行。那如果既不向上突破，也就是不突破945，也不跌破837，那日后的股价呢，将在这个范围内呢进行横盘。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8月3日当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我们首先看压力位，那上方的压力位首先到来的就是前一日 K 线的最高923，然后是935 8月1日 K 线的最高，对，再然后就是我们说的目标位是945，这是第三个压力。那再向上的压力呢，就是这个上方的这条水平线是1000，这是上方的4个压力位。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下方首先到来的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我们测算是在882到893之间，是在这个区间内，对。然后接下来的一个支撑就是这个水平线878，是回档的标志线。第三个压力位是一个压力区间，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是在844到850之间，在这个区域。当然再向下就是这个水平线是837，是下行的标志。然后再向下我们给出一个支撑是818，也就是7月28日的这个 K 线的最低。好，这是压力位和支撑位。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我们给出今天股价的预测。我们预测的2个可能。第一个可能呢，我们认为股价在8月3日会继续出现横盘。如果继续出现横盘呢，它有可能是一个小幅的高开盘，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887，在这个位置。最高会到达930，收盘会收在907附近，也就是出现横盘我们认为它会确认回档成功。
这是第一个可能。那第二个可能呢，我们认为是有2个方向，也就是说它是有条件的。第二个可能有2个方向，一个方向呢是股价出现回档，那它的条件是什么呢？就是说股价会出现是一个低开盘，然后股价在盘中一定会跌破878。如果是盘中出现这样的现象，我们认为它会出现回档，然后最低股价会回踩到863，在这个位置，最高会到达910，收盘会收在883附近。对，那第二个可能当中呢，我们还认为它还会有一个方向会出现上涨。那上涨呢，它应该是一个高开盘，然后呢，股价最低会回踩到895，然后最高会到达952，在这个位置，收盘会收在942附近。对，那么第二个可能当中的上涨的这个方向，它的条件是盘中股价不能够跌破878。对，好，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8月3日走势的分析，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